台头金主们应该能够感受到脖子后面的凉意了吧？是到了明辨是非、站稳立场的时候了。现在赶紧和台头分离的势力切割、划清界限，还来得及。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的是台湾的远东集团被查，台独的幕后金主们感觉如何呢？11月22号啊，大陆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说近期呢，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5省市的有关执法部门呢，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台湾的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纤、纺织、水泥这些企业啊，在环保、土地利用、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生产以及消防、税务、产品的质量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涉事企业采取了罚款、追缴税款、限期整改等措施，并收回了这个企业闲置的建设用地。而涉事的远东集团企业对违法违规的事实供认不讳，已缴纳或者是正按程序缴纳税款以及罚款。查处违法违规问题呢，仍然在进行之中。这一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岛内的震动。这一次多省执法部门的联动，对台湾远东集团采取执法行动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事件。许多人自然会联系到本月初，国台办宣布大陆方面依法对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其中有一条就是绝不允许这些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或金主在大陆牟利。这个台湾远东集团呢，是何方神圣呢？是否是台独顽固分子的金主呢？台湾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是一名出生在大陆的台湾富豪。根据公开的资料他的个人财富达到了30亿美元，在台湾呢能够排到前5的位置。徐旭东原来是国民党的党员，但这个人呢很会搞政治投机，所以在蓝绿两边都很吃得开。2000年陈水扁上台的时候，徐旭东通过走陈水扁老婆的路子，拿下了台湾搜狗的经营权，大赚特赚了一笔，但是也引发了搜狗弊案。此案后来也是陈水扁被抓的原因之一。但徐旭东呢却能够全身而退，可见他在蓝绿阵营两边通吃的本领。事实上，徐旭东一直在两面押宝，他给国民党提供政治现金，也给民进党提供政治现金。而且由于这几年民进党得势他给民进党的现金是越来越多，常年排在所有企业家的第一位。近年来，民进党搞政治现金公开化，哪个企业家贡献了多少现金都公布得清清楚楚。去年台湾立委的选举，给民进党提供政治现金最多的企业就是徐旭东的台湾远东集团，金额高达5800万新台币，远远高出排在第2位的东森集团的1650万新台币，可见徐旭东对民进党的用心有多深。这还仅仅是立委的选举，都是明面上的账目，私底下的金额就更多了。另外可以查到，台独顽固分子邹贞昌在2018年竞选新台北市长的时候，主要的专款金主就包括了徐旭东旗下的亚东证券。可见徐旭东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台独的金主。就是这样一个台独金主，却在大陆开了大量的工厂，赚着大笔的利润。其实呢，不光是台湾的远东集团，台湾约有1199家上市上柜的公司在大陆有业务，占了全台湾上市上柜公司的70%以上。这些企业无不从大陆赚得盆满钵满，但其中有不少的企业把从大陆这边赚到的钱转手就贡献给了岛内的台独势力，这真是势可忍手不可忍呐。蔡英文目前呢高调的在脸书上发文庆贺，台湾前10个月的出口达到了3642亿美元，其中出口到大陆的金额高达1546亿美元，占出口总金额的42.5%，同比高达26.5%，创10年来的新高。
许多人就纳闷了，这蔡英文上台以来不承认9·2共识，大肆的挑衅大陆，大搞以美谋独，在台独的道路上是一路狂奔呢。但是台湾赚大陆的钱却越来越多，更可恨的是，这些从大陆赚到的钱转手就被台独分子用来购买美国军火，用来搞金援外交，用来搞台独。所以这次大陆方面淡然对台湾远东集团出手，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开始对台独金主们动刀了。我们欢迎支持广大的台胞台企业来大陆投资发展，但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翻砸锅的事儿。这次查处台湾远东集团，就是冲着徐旭东这样的双面人去的，就是冲着苏贞昌这样的台独顽固分子去的。台独金主们应该能够感受到脖子后面的凉意了吧？是到了明辨是非、站稳立场的时候了。现在赶紧和台独分离的势力切割、划清界限，还来得及。